大山深处有一栋孤零零的房子，处在峡谷之中。难道这位房主不怕山洪野兽侵袭吗？或者他是一位风水大师，觉得这个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今天我们就实地探访这栋独户人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兰，祝大家朝朝如愿，岁岁安兰。上期视频我们拜访了一位制作油纸伞的非遗传承人，现在我们要上山去拜访一位住在高山顶上的独户人家。他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那么高的山顶上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走，我们上山一探究竟吧。嗨，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湘潭县石鼓镇铜梁村。我镜头的正前方就是湘潭县的最高峰苍山顶峰村这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我们通过资料查询到，这里以前是一个古村落，而且有一条湘军古道，相传是曾国藩从这个地方经过，而且他每次回乡都要经过我眼前的这条古道。现在呢，我们就沿着这条古道乘走曾国藩先生以前走过的路，我们简单看一下这条古道保存的如何。山顶上的这户独户人家呀，我想应该不止一户，可能会有个几户人家，因为这个地方既然修了古道，肯定就有村民或者一个村落的存在。而且这个村落它既然修在这个山顶上，我想在几百上千年以前，他们肯定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住在这上面，比如说躲避战乱啊，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啊等等。但是我们只有到了山顶才能够知晓。现在我们沿着这条湘军古道看看周边的环境。这座山的海拔接近有800米。今天这个天气啊非常炎热，还是正夏的时候，体感的温度啊接近50度，还是比较炎热。但是我想到了山顶啊，可能这个温差呀以及这个湿度啊，可能对人体来讲肯定会更舒服一些。山顶上肯定也会有一些风。现在山底下目前是穿过一条比较古老的一座石板桥。100多年以前，曾国藩带领他的湘军从这里出发去消灭太平天国，同时他功成名就之后，通过眼前这条道路就回到了他的故乡。好了，现在我们再沿着这个古道走一节，但是我们今天目的不是走这个湘军古道，我们待会儿呢就会沿着这个山，这个山上面修了一条盘山公路，这个盘山公路呢修的也时间不会很久。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啊嬉戏玩水。这个地方啊，来玩的人啊，还是有的。哪怕现在是中午的时间，现在是下午2点38分左右，很多人呢驱车到这个地方来避暑。这座盘山公路是近10-20年来才修通的，以前山上的村民啊，应该都是沿着这个古道上下，而且曾国藩没有把这个路修通之前，这里应该都是一条很普通的这种泥巴路、泥泞路，所以那个时候的村民想下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当然了，山下的人，尤其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想上山去侵扰山上的人，
或者去给山上的人制造一些麻烦，也是比较不容易的，而且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海拔也高，蚊虫叮咬啊等多方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当地的人呢，在这个地方搭帐篷嬉戏玩水，到处都是做烧烤。我现在镜头的正前方以前是一条小溪，如果要是下大雨啊，这里会形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小瀑布或者一条溪流，给人感觉会非常的清凉舒爽。但是最近湘潭呢有接近半个月没有下雨，天气非常炎热，所以这个溪流也没有水了。在这个溪流的小沟沟里面呢，都还有一些河虾。好了，现在我们就不沿着这条湘军古道走了，我们开始开车，沿着盘山公路前往山顶，去看看上面的几户人家，看看他们为什么要住到上面，然后去拜访一下他们，与他们聊一下天。好了，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新开辟的这条盘山公路上到这个山峰的顶端去，看看这个山顶上的几户人家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跟他们聊一下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山顶上来生活。这个盘山公路的右侧就是绝壁，很多这种石头啊非常多，而且这个地方开辟出来啊，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项工作。如果要是没有现在这些大型的挖掘机啊等现代化的一些工业设备啊，主要是凭人工挖掘这条绝壁公路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山峰都还不是最高的一座山峰。这个地方要是两车同时对向来车的话，废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好现在还不是旅游的高峰期，所以到这个地方来的车还不是很多。当然了，在这个盘山公路的两侧啊，它隔个1公里到2公里左右，它会预留一个小小的空间出来，方便废车，要不然所有的车道都会堵死在路上，这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比如我现在镜头这里，它就会留了一个空地，方便双向车来进行一个复让。好了，现在我们开车到了这座顶峰村。资料显示这里是一座古村落，也就是我刚刚视频前面所说的这个地方啊，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以前这里住了大概几户人家。现在我们到了这边的一个超屏，相当于一个小广场吧。这上面写的是石鼓全域旅游规划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对整个石鼓镇里面的所有景点做了一个标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然后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顶峰，这里有一个石头，上面写的2个字顶峰。然后我的右手边这边写的是顶峰第1家，这里上面写的是中国传统村落顶峰村。那么这里既然写的是第1家，这就是顶峰村的入口的第1户人家，这是我个人理解的。我们先到这个顶峰上去看一看，看看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哇，这里的石头真的纯天然的，都没有切割。这个顶峰应该开辟出来，估计最多个30-40年吧。因为以前这处地方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这个地方是一个绝佳躲避战乱、远离繁华喧嚣、修身养性的一个好去处。好了，我们现在到了顶峰村的
一个小山包。我镜头的正前方就是风力发电站，离我不是很远，目测直线距离大概在300-400米左右。现在前面就是以前一个古老的村落了，这里应该住的人家不会超过10户吧。然后现在在我镜头的正前方，我通过无人机看到那个最高的一个小山包里面只住了1户人家，待会儿我们开车去那上面去看一看。然后那个山包上也是1户人家，这里原生态风景非常不错。前面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山脚下，我们现在是沿着这个盘山公路走过来的，下面就是悬崖峭壁。如果不是这些植被挡住啊，可以看到这个峡谷深度啊，应该在100多米高。下面以前是一条小溪流河流，就是我们刚刚走过的那条湘军古道。在几百年以前，上千年前，这个生活在这个山谷里面的小村落的居民，可以说衣食无忧，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柴米油盐这些生活条件可能会相对比较艰苦一点。当然，他们换来了安宁、平静、没有战乱的生活。尤其是在100多年以前，中国中华大地啊，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苦难。好，现在我们再驱车前往另外一个小山包的独户人家去看一看。好，小心点。好陡峭啊！虽然铺了台阶。这里刚刚忽略了一个，这上面写了一个湘军古道，也就是说，在100多年以前，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曾国藩他要从这个地方远征去平定太平天国，以及他要回家乡，那么他走过的这条路就是我眼前镜头的这条路，青石板路。左侧我的右手边现在加筑了这个铁的栏杆护栏，但是在100多年以前，曾国藩的部队以及他要回家乡祭祖、回家乡探望的话，他必须沿着这个路来走，一直转到山谷，然后下到山脚下。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大概有几公里长。目前这个青石板路保存的还比较完整，但是现在杂草丛生，我们就不下去走了，防止有爬虫经过，安全起见。因为现在走的人不多了。试想一下，100多年以前这条青石板路，曾国藩要带部队经过的话，是多么的艰难。从这里上来下去，尤其是这个青石板路，要是遇到这种下雨天或者是下雪天，异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好走。尤其是没有这个铁的护栏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摔到这个下面去，不说是粉身碎骨，最起码就是非死即伤。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小山包，就可以看到下这个峡谷。目测这个深度大概有100米高的样子。整条这条湘军古道保存的还算比较完整。好了，现在我们沿着这个盘山公路去看看，先看看这里面的几户人家吧，这个古村落，看看是不是全部已经变成现代化的建筑，还是有保留几十上百年前的一些房子结构。前面有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的是问天台。什么是问天台？我们看看上面有一块介绍牌，上面是
滚水坝。滚水坝始建于1986年，海拔近500米，坝高13米，水深11米，库容量5万余立方米，由藤梁村民自己组建。由于当时交通闭塞，所用的建材料均经过蜿蜒陡峭的湘军古道，也就是我们刚刚拍视频的第一段视频我们走过的那一节，非常难走。通过背马、蛇枪、扁担、簸箕等原始工具悉数上场，在无电、无路、无机械设备、环境险恶的情况下，这里的村民经过了3年的时间，才把我眼前的这座水坝修成。哇，的确不容易。我们刚刚也走了一下，如果是不背任何东西就走一个平常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个地方以前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水电站，叫三湾水电站。然后这个水电站就是解决了当地的灌溉、防洪、发电和生活用水的功能。然后后期随着当地村民的路数迁出，以及国家电网铺到这个山里面来，然后把这个盘山公路修到了这个山里面，这个水利发电站就荒废了。也就是中国的电网、公路现在是无处不在、无路不通。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地方，只要你有人住，就会帮你拉通电力，把水泥路面修到你的家门口。我想待会儿我们去看的那户独户人家，应该也是有电到他的家里面，还有水泥路面，这是我个人猜测。待会儿我们去实地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座水坝，叫滚水坝。刚刚介绍牌上说，这个水坝花了3年的时间，完全靠肩扛手拿呀，完全靠一双肩膀来把所有的一些物料弄到这个地方来。看起来这个水坝不起眼，但是在如此艰苦、非常恶劣的一个山体上修做一座水坝，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上面还有一个小型的一个休息台，方便当地居民或者游客在上面吹风纳凉，而且在这个峡谷里面呢，非常的凉爽。好了，现在我们就到那个村落里面看看。啊，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右手边，全部是石头山，所以你要靠古人想把这些石头开凿一条路出来，可想而知需要多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好，我们往前走。啊，这里是里面的几处居民了。现在看上去全部是已经现代化改造了，正对面还是有几处低矮的房屋还是保留了。啊，这里面我们有看到应该有几处古建筑和古村落吧，我们看一下。啊，这里一个毛坯房，我们先近距离看一看。哇，全是泥巴做的。啊，这是一个泥巴房子。以前这里是一条小溪，现在还有溪水往下流，这就是泉水。哪怕是不下雨，它还是有泉水在这里经过。啊，我们不往前走，防止有狗，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带棍子过来，安全第一。啊，这里还是保留了几处古道的这样的民宅。看上去还是有人居住，因为防止村里面家家户户会养狗，身上没有带防狗的工具，不安全。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好了，现在我们去上面的那处独户人家看看。这个小溪下面啊，你看
村民养了好多这种散养的鸡，还有羊。然后这里应该是开了几家这个农家乐。啊，到处都有山羊。是的。哎，你们好。哎，右手边是不是可以上去啊？上面是不是还有人住啊？有啊。是不是只有几户人家啦？几户人家上面有2个轴啊。上面还有2个组啊？都2个轴，上面这个轴那个桃树轴就没有好多人家，那个吴家下面那个轴还有好多一个组在上面呢。啊，就是从这个上面上去是吧？从右手这边上去是吧？右边去吗？啊，左手边是去哪里？也是另外一个组是吧？下面是爬的那个上面那个。啊。那边的话就是，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山里面还好几个组啊？4个组吗？哦，4个组。对。那你这里面以前住的人也还会很多了？这里很热闹一点，这个。啊，已经没有多少人都搬出去了。好的，行，谢谢，生意兴隆啊。呵呵。啊，这里是顶峰人家，这里是有棋牌可以停车、可以吃饭的地方。这里也是一处农家乐。家家户户这里都有车。现在我们就去山顶上看看有住了几户人家。刚刚我们问了这个开农家乐的老板，他说这个上面还有2个小组，但是住的人不多。现在也是沿着这个盘山公路上去，而且就只有1车道，希望前面没有车过来，这样子让车啊没办法弄，还是一个麻烦。看现在我们又能看到这种完全是泥巴房修筑的房子。那想想一下，以前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村民啊，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就像我刚刚之前所说的，这个地方世外桃源，远离战争，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呐，生活来说一言难尽。好吧，我们现在继续前行。看看这2条牛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本来我们要沿着这个水泥路面一直开到山顶上，去看看山顶上生活的2户居民。现在我们上不去，这2头牛一直挡在我们的路。别人都说牛有灵性，而且这2头牛呢非常的温驯，没有任何攻击性，而且一直看着我们。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先暂时这样僵持吧，看看这个牛会不会给我们让路吧。而且这个后面也有黄牛，养了5头，所以这个地方村民啊做养殖业还是非常不错，放养的山羊、黑山羊、黄牛还有鸡什么的都非常不错。山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小食堂，在几百上千年以前，这个地方自给自足过生活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要想过上锦衣玉食，那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遥想一下，在100多年以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安身立命，躲避战乱，远离繁华，饱受战争之苦，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理想之地。刚刚这个牛啊，不挡在这个地方，等着它的这个小牛，原来他们是找妈妈，所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应该是我们挡住了它的去路。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去山顶。好，我们前面又看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这个宅子啊，又是这种泥土房。关键
的问题就是它这边修的路啊，它整个左侧啊，它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而且就只有这一路宽，就一个车子宽，安全性啊不是特别好。如果技术不是特别好的人，真的不建议到这边来，一不小心要是掉下去就麻烦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这里就是新旧交替的房子，看，我们现在就到了别人的家里来了，到了山顶上了，应该这里已经没有路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他这个家里的房子啊，还是这种泥土房，那个门框啊还是用那种青绢砌筑的。这个是典型的乡中里面的这种农民房。像这种房子啊，只有在这种非常古老的这种村落，可能才能看到这种泥土房。不是山区的话，真的难得一见。而且这个整体这一块只有2户人家了。现在这上面好像没有路了，我们再慢慢找一下。现在我们把车停到一个山坳里面。现在我们镜头的正前方就是一个小型的变电站。在我前面说过，在中国的每一处地方，只要有人类居住，电网和我眼前的这个公路就会铺设到家门口。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山里面，手机居然没信号了。刚刚用无人机飞了一下，我们现在就要沿着这条公路一直往前走，可以到达山坡的顶部。因无人机飞完以后啊，前面好像是错落有致，住了一些人家。我们现在在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这个里面都还有老人家住在这里面，像这样的房子也只有老人家会住在这里了，年轻一辈啊都去城市发展了。晒干的辣椒，但是这里的孩子们呢，为他们装了监控，还有这个太阳能，为老人还是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吧。这样子儿女们还是可以通过摄像头远距离观看老人的生活环境，时刻关注他们家里的身心健康。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吧。现在我们车子开到这个山谷里面呢，很多这种老房子还是被拆掉了，做成这种现代的钢筋水泥房。所以要是没有眼前这条水泥路面，这些钢筋水泥啊是根本没办法运到这个山里面来。所以你想想，在以前在这个地方生活，完全只能就地取材，能取什么呢？就是泥土，或者是就近取一些石料累积起来的房子。像这种现代化的房子想都不用想。而且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买了这种3轮车啊、摩托车还有小车盖的这种房子，都是很现代化。当然如果住在这个山里面，我个人建议啊，还不如是住那种老房子，到了夏天会非常的凉快。像这种钢筋水泥房啊，会显得很热，哪怕虽然这个山顶空气清新，到了晚上温度会比较低，但是这种水泥房面吸热性太强了。好，我们现在继续沿着这条公路继续往前走。好了，我们现在好像是开到了这个水泥路的尽头，看上去前面这条路应该是下山的路，但是没有修筑水泥路了，而且就是泥巴路。我们简单的走一下，看看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路面应该也是挖的不久，但是我想再等个10年8年，这里肯定还是会铺砌那个水泥路面，这样子就可以沿着整个山路圈行。安南，慢点走，注意安全。这边就是下坡的路啦。是的，这里已经是下坡的路了，而且这条路看起来还有那么宽，
更重要的事情，居然我发现这个山坳坳里面也有一间房子，而且也是歌舞升平，你能够听到下面放的音乐。要是这个地方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山下这户人家他怎么上来呀？他怎么解决出行的问题啊？下面是炊烟袅袅，我们先走一下看看有没有路下去。这边就是一直沿着这条路从山上走到山下，而且整个这个路啊，应该是挖掘机挖出来没有太久，以前这里应该是没有路可以下去的，而且的电力一直挖到了这座山脚下。这边就是一片竹海了。你看这里的鸟儿叫得多欢乐啊！住在这个山里面，空气虽然好，但是出趟门真不容易。山路18弯，而且两侧的水泥路面没有做任何的保护。要是一不小心开车技术不到家，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非常的不安全。更关键的事情就是这个地方显得太安静了，安静的太让人没法用语言来形容。除了这样的知了和鸟的叫声，再没有第三样的声音在这里。好了，阿兰，我们不走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泥巴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到达这个山脚下的这户人家。虽然前面显示有路，但是我估计这前面的这条路应该是沿着这个山坡又卷下去了，但是这个山谷里面的这栋房子它没有一条直线的这样的路可以通到这户人家去。这就是我刚刚通过无人机飞行找到的这一户人家，而且眼前这条路是一条走过的一个小山坡，可能当地的一些登山爱好者啊，爬到这个山坡上去玩，还有当地的村民到这里面养了黄牛啊，养了山羊，去到这个位置去。今天我们又没有带工具，安全性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在原路返回吧。这还有一只蚯蚓啊，现在这里有一条蚯蚓，蚯蚓出来就是意味着要下雨，还是什么？哎呀，刚刚我们走了10分钟，一直往下走，想去这户人家拜访，这户独户人家住在这个山谷里面，但是没有找到路可以下去。它的这个电网是通过这一处山谷一直拉到这个下面去。关键的事情就是它这条路它没有修筑水泥，那么这户人家怎么出行，这是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且它这个房子修筑的还挺不错，周围没有看到第二户人家了，而且我眼前就相当于一个簸箕一样，或者是一个路斗形式，左右两侧是一个斜口，
而这个房子就在这个口子边，算是一个风水比较不错的一处房子吧。当然这个地方一旦下大雨，它这个里面的溪水通过这个峡谷往下流，我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关键是这里我们没办法下去，而且整个这一条路没有小路可以通到下面去。近在咫尺的房子，我们刚刚走了10几分钟都没有路绕到下面去。但是我们先再去车上找找看有没有棍子吧，可能会能找到棍子，然后我们再往下面去。我们先回去，在车上再找一找。我们前面发现看起来像一口井，我们走下去看一下。这里就是一户单独的人家，刚刚非常的安静。要是没有胆量住在这里，还真的不习惯。这里是山泉水，显得有点点脏，但是非常的清澈，没有受到太多污染。这里还接了电机，当地的居民。这里还有一个管道，就是我刚刚视频说的，这里要是下大雨，这个水一直往下流，山谷下面的那户人家会不会受到这个山洪爆发的可能？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啊。而且这里面呢有一口池塘，这里面养了鱼。好，我们在车上刚刚找了一根棍子，我们继续前行，看看能不能进到那户人家去。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到了这个山的最顶端，而眼前这栋房子建在这里，真的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吧。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如果没有几个人作伴，会显得非常孤单。而且前面有一个新立的路标，上面写的是吊马托路，估计到这个位置啊不是很好找。现在我们继续出发，安南拿着这根棍子，我们继续前行。好了，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大家不用担心啊，看我们视频的朋友，我不单单跟安南2个人一起，我们是3个人，还有他的妈妈，所以安全性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这个地方它既然开辟了路，而且下面又住着人，所以整体来说不用担心太大的风险。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到不了山底下的那户人家。这里是一个盘山公路，通过这个便捷小道又看到山脚下去了，所以这条路没有修通。好了，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山脚下的一些美景。探访完了这座顶峰村，我发现这里有很多错落有序的土坯房，在这里的居民都过着安乐宁静的生活。好了，刚刚安南也说了，在这个地方啊，除了鸟语花香、安静、负离子高以外，给我的第2个印象就是
道路崎岖，路况复杂。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再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人们比较淳朴。现在我们要是走到这个山谷里面的这处房子，还需要接近15分钟到半个小时。我们刚刚前面走了接近有15分钟，一直没沿着这条路还没有到这户人家。表面上看这个房子近在咫尺，但是通过这个山绕下去还需要接近半个小时时间。而现在呢，已经是下午的5点20分了。如果我们走下去，就差不多到6点钟，我们再走上来回家的话，就会很晚了。关键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路面非常的崎岖，而且不是水泥路面，整条路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冒险了。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暂时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很抱歉，我们今天没有与这户独户人家的主人进行交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下期视频再见，拜拜。